侍御史，去年圣上忽然召我，说我用龙鳞弃烛之刑，辱没了娥皇女英帝顺。我挨了圣上好一顿训斥，被勒令静思己过至今，都是拜那叶平安所赐。我可是日思夜想着要将他一点点剥皮拆骨。 圣上如今调侍御史来这丽景门的新开狱，分明还是想重用你的。那周弥去年与我同品，今虽已荣冠殿中少监，我可得抓住这个机会立功，让圣上看到，我才是那个最能干实事的人。叶平安私藏铠甲，必是图谋造反。 你说对吗？当然，当然，抓住他，就是我的大功一件。可是，他会躲在哪儿呢？若是藏进深山，这可不好找。我熟悉他的路数，他现在应该就在圣都。 等冬日过了，圣都的花儿就都开了。可不知道那时，有心思赏花的是我们，还是我们的对手？要说这吴显儿出手还真是毒辣，竟然拿私授铠甲给你扣个谋逆的帽子。显儿啊，是想封住我的退路，
俗话说得好，一甲定三弩，三甲进地府。律法严禁私甲，不该有外流才对。也不知他是从何处得来的。净夫子那边呢？我们真不用管了吗？虽说进大理寺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在里面的确比别处更安全。对，平安说的没错，现在我们反而是更危险。海捕文书一下，再想做什么都很难。黑市也不安全，毕竟图利的人多，那些赏银足以让许多人掩护。那我们选择回城岂不是走错了？现在宵禁时间已过，我们就算想出城也不可能啊！进城难，出城也难，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必须留在城内。这千秋阁木雕，父亲雕刻了整整1年，这份耐心，女儿实在佩服。楼起需要费很大力气，而楼塌只是转瞬之间。父亲，可否将派去看守炎帝的官员调回京来？他们霸占炎帝周围的农田，使农户成了流民。这不但触犯圣上大忌，更会让百姓对武士怀恨在心。要想这楼阁屹立不倒，最重要的是根基稳固。有地有良言在手，士族就稳固。而圣上居于顶上，为父在中间这个位置，既要维护士族的根基，又要为圣上分忧，难啊！丹楼阁能伫立于大地之上，靠的正是民如垒土，遍布四方。为了世家而失民心，得不偿失。父亲，若你真期盼圣上100年之后武士继位，就更不该图世家一时之耻，而忘民心长远。贤儿，那些铠甲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女儿曾救过一位将军的命，向他借几副铠甲不是难事。这位将军，你从来没跟为父提起过。有机会再与父亲细说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叶平安。女儿认为他就躲在圣都。张尚书回京了，你向他借调一队刑部的人。叶平安既然敢回来，就让他长眠吧。石御史，兄弟们把圣都内外都翻了个遍，他曾经待过的医馆、万国香、布方，我们皆搜了一遍，都没有发现叶平安的踪迹。翻了个底朝天，延庆坊旁边的黑市翻过了没有？没有。走。张尚书，海捕文书下了已有7日。再抓不到人，我父亲那儿可就不好交代了。刑部现在已经加派了人手，还请康平王再宽限几日，最多3日。我要见到活的叶平安。张尚书，无赦人，有人接了布告，在黑市的九龙阁发现了嫌犯叶平安的踪迹。哦吼，来得正好。张尚书，我与你一同前去，捉拿叶平安。少卿，探子回报，有人说叶平安藏于黑市。石御史，咱们是悄悄的查，还是？我们办事什么时候还需要悄悄的？所有人回屋，点灯，敞门。3声之后，谁还在街上，就是侵犯同党，杀无赦。哪间屋子未点亮烛火，未开门，亦杀无赦。3、2、1。
挨家挨户的搜，抓到叶平安者，重赏。阿姨，库立正带人在黑市搜捕你。平安，我们快走吧。恐怕走不了了。啊，平安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走不了，那就不走了。东侧的灯柱不知道为什么全都亮起来了。东边搜查完毕，没有。石御史，这边也没搜到。给我往西搜。是。平安，我好像嗅到了猎物的味道。所有人，包围九龙阁。是。是厉郡的人，他们要进来了。武舍人，张尚书，吴喜儿也来了。他当然会来。这儿还真是热闹啊，张尚书。此处便是九龙阁。明白，动手抓人。慢着！厉公，这是何意啊？何意？九龙阁是我先发现的。叶平安前涉私盐，后涉铠甲，案情复杂，必须由刑部带走详审。何况此案我最了解详情，就不劳侍御史费心了。他贩卖铠甲，就是有谋反之嫌。凡涉及谋反二字，必得进新开狱走一走。此事我非管不可。叶平安，你已无退路，从屋里出来吧。看来他并不买厉公的账，还得是我亲自去请他。让开，厉郡，你就不怕我在圣上面前参你一本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吗？让开！平安，怎么办呀？他们要进来了。你是？真人修道已久，平安今日来，是想向你求一解。你有何困惑？我曾对往事心中有愧，后来终于将那往事做了个了结。今后可否放过自己？又可否放过别人？物壮则老，盈满则亏。有些人身居高位，行事却不合乎于道，迟早会消亡。人又何须再去介入天道？
我能寻到真人，是一份机缘。机缘既已至，我也该下山了。安爷，你来了。真人贪财，看到了你，定是去告官了。只好委屈素玄真人，再多待一阵儿了。我知道你的打算，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退路。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黑市了。好手段，真是好手段！他竟然能找到真人。原来这位就是在万安山清修的素玄真人，久闻大名，真人避世多年，此时下山，竟与叶平安的侵犯有瓜葛。我下山，与你口中之人毫无关系，是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香儿，这些年来，你受苦了。过去的事，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可过去的事对为娘来说很重要。我曾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错，时至今日，不能再将错就错了。素玄真人所言的错事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件错事就是母亲。做什么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本王夫人不敬？康平王误会了，我们是为捉拿侵犯在此，没成想素玄真人也在这儿，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玄敏，你终于还是下山了。贫道乃方外之人，请康平王称呼我的道号即可。这么多年，我和显儿无一日不再盼着你回府，就连府上的冰糖糕，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。你可以不在乎，可显儿大了，她侍奉圣上多年，好不容易熬到今日，成为当朝女官，你难道不为她高兴吗？母亲，跟我们回府吧。我就在这儿，哪里都不去。这里也太污浊了吧！你是为氏之后，身份尊贵，这里不适合你清修。世间纷扰皆过眼，心中无为自安然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觉得这比其他地方都清静。康平王，人多眼杂，让他们都走。误会一场，既然没有侵犯，诸位还是散了吧。撤。母亲保重。你的计策奏效了。刚才他们要进来的时候，都要把我吓死了。时隔许久，竟又被丽君给盯上了。除了他这酷吏，
武由竟还加派人手追捕我们，真是四面受敌。素轩真人特意留在黑市，就是为了让武由敬有所顾忌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派人来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另寻住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拜谢他。父亲，香儿，看来叶平安早就谋划好了一切，定是有人将府中的旧事内情告诉了他，他才得以说动母亲下山。那个人会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少成，你说呢？依少成看，王府里已出了奸细，若真是如此，需尽快将其揪出来。府中之人个个万里挑一，忠心耿耿，他们没有理由背叛。身居上位者，容易将身居下位者视为工具，忘记他们也有七情六欲，可他们也是人，是人，皆可利诱。那你呢？什么力可诱你？你怀疑我？对，我就是怀疑你。显儿，你莫要忘了。是我察觉叶平安身处黑市的消息有诈，康平王才得以及时赶到。你迁怒于我，也改变不了你输给叶平安半子的事实。山高路险，雪天路滑难行。运盐的车已经损失了好几辆，怎么样才能补充呢？女儿倒是有个提议。叶平安找的黄一民是假的，我们何不去找真正的黄一民？见过康平王，小人近几日片刻都没有歇息，马不停蹄地赶往曹州，一番苦寻，总算找到了黄一民的儿子黄琦，并由他引荐，小人见到了黄一民。冻坏了吧？去，给他拿件暖和的球衣来。是。小人不敢居功，都是袁绍卿惦记着康平王左右，给了小人黄琦欠别人恩情留下的信物，小人这才得以将事情办顺利。很好，大理寺的差事你继续做，再跟周弥多学些本事。谢康平王恩典，小人没齿难忘。黄一民能卖多少盐啊？有盐5万担。够应一技之需了。但黄一民提出要跟你面谈，才敢做这笔生意。萧野之夫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去和他谈。袁少强，袁少强，哎呀，袁绍卿将来可是要成为尚书右丞之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何茂山以后一定为你好好办事啊！你给我记着，一次我可以忍，但我绝不会给人第2次威胁我的机会。是，告辞。多派些人找叶平安，除了他待过的严禁坊，还有富庶坊，挨个给我排查。告诉大理寺的人，捉到他之后，必须严加审问。这样会不会太不讲旧情了？咱们非得把他往死里逼吗？女儿去跟黄一民谈，父亲是不放心吗？我是想让你多个心眼儿。这批盐数目不小，我会另派人去曹州，先查证何茂山所言真伪，然后再安排和黄一民见面。御史案重查后，圣上革了一批盐官，但现在的盐价比去年更高，圣上却毫无动作。女儿觉得安静的有些不同寻常。圣上心里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风得以延续。对内，我要为圣上压制心怀李氏的臣子；对外，边境战事军需的重担在我肩上，
康儿这场仗一定要赢，但一定不能赢得太快。只要一日战事不停，圣上就不可无我无有境。那叶平安交给我，黄义民那边就等父亲的好消息了。你喜欢好酒，琅琊王氏的大公子送来的。平安，密道已经挖通，我们可以换地方了。走吧。郎主，属下已经查实，何茂山要找的人的确是黄一民。我们已向他道明来意，也证明了我们的诚意。他答应了会面，此时人已在东山山中。走，去东山。是，郎主，需不需要袁绍卿一起去？不用。你求见本王，本王来了，就是诚意，不必多言，给我报个合理的价格。盐，你有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一个惯于掌控局势的高手，他的气势松弛有度，而只有做下人的、做守卫的，或者江湖上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才会这样紧绷着身体。想要装出一副霸气凌人、让人害怕的样子，纵使身上穿着名贵华服，也不像康平王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滚！别在老江湖面前给本王丢人现眼。你黄铁拐，人虽然不多，可能人不少啊。我从曹州到这京城附近来，自然要谨慎些。你一直要跟我面谈，是对我不信任呢，还是对我开的价不满意啊？我干的可是杀头的买卖，买主用言做什么，我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至于这盐价，想必康平王已经打探过了。老夫一向是120文1斗的卖价，绝不坐地起价。哎，甚至还可以给你100文1斗。那你黄铁拐到底想要什么？不妨直说。哼，哎呀，这外面风大，康平王可有意与老夫入吴一叙？康平王，请坐吧。进来吧。父亲。
草民能得见康平王，真乃幸事。我只听说黄铁拐有个儿子，没想到却如此清雅，质若松阳。我一直藏着我与小儿的关系，将他送到私塾培养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黄铁拐所托之事，一定和令郎有关吧？没错，我想让康平王给他在京城谋个一官半职，他的身就正了。是不是我若拒绝，这笔生意就做不成？有大量私盐的不止我黄一民，除了河南道，别处也有。不过康平王，你大可以打探，能以这么低的价格，又有胆量与官府做生意的，只有我黄一民。再说了，有我儿在，日后你我的往来，我更信任你，你也更信任我，不是吗？你如此赤诚，我若再拒绝，反倒失了风度。我只能举荐你为士官，在士属下布个录事的圈，专门抽录官盐买卖。你是否愿意？谢康平王垂青。好，漂亮。让炼丹师试了这么久，终于调制出了雷火。此物一遇到火星，便会剧烈燃烧，火势甚大。制满50箱的量，需要多久？大概2个多月。无声人小心！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袁少卿差人送来了这个。他这是终于肯低头了。去元府。这么久以来，你还是头一次来我府上。说我疏事而不用，你是哪种事啊？那自然是没事。若不倒霉，怎会一开始就被你排斥？听说这2日，你派了不少人全城搜捕叶平安。可有收获？厉郡今日在古元街发现了叶平安。那古元街本就临近黑市，说明叶平安一直就藏在黑市里。我们都被素玄真人给骗了。你被骗了，为何还笑？他若真这么轻易被抓住，我反而会有点失望。说真的，此生能有他这样的对手，也是幸事。可惜了，若是有得选，
你跟他本可以是惺惺相惜的朋友。不聊这些了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不肯说出那些铠甲的由来吗？从哪儿来的，我不想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好。为谋将来。为谋将来。看来，你想的还真是深远呢。圣上年岁已高，李吴两派必会有一场继位之争，届时，败即是亡。你我出身虽有天壤之别，不过我们却有一点相同，我们都没有退路。社卿来了。到夜香喽！社卿来了。哎，到夜香喽！寿星好。哎，王哥，上车兄弟。寿星好。好。寿星好。新出的衣服啊，真能干。往事成灰，联络成谜，如烟旧梦不可